Hello， 我是卡罗，这是我2个宝贝女儿。那我们家还有2只猫。我们现在，你可以听我讲完吗？你先坐好，好不好？你这样子我手，你可以坐好吗？你可以吗？好。Hello， 欢迎来我们家。大家好，我是卡罗，欢迎大家来看我们家。我们家是3房2厅，大概20平左右的格局。第2个孩子出生之后，发现空间真的严重的不够，再来加上就是说租房子你能够就是自己布置，或者是说一些装修的条件就没有那么好，那房东也会限制说，比如说墙壁上不可以钉东西啊，或者是说你那些柜子其实很多都会局限于它原本的状态，所以后来才觉得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来买房子好了。那时候就从网络上非常多的设计案例去找，看看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风格。那最后挑选了5家设计公司，那来做丈量跟需求的沟通。那最后选定了宽向设计。主要那时候是因为我先生是一个想法非常多的人，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应该要找一个是他比较能够接受屋主的设计想法，也比较有弹性的这样子的设计团队。因为我当时在请育婴假，那很明确的12月1号要复职，必须要在11月的中下旬完成所有的工程，包含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一定会确认，就是说价格这样子有没有在预算里面，2是时间来不来得及，就算我没有催促他，他也会自己帮我赶工。基本上，因为家庭成员的关系，我们还是希望整个房间的组成有3间房间，那这样子才可以比较弹性的让之后小孩长大可以使用。因为毕竟这间房子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住得很久，不是只住10年、20年这样子。我们家基本上餐桌跟沙发都是用旧的家具，那时候也是考量说小孩还小，他还正值会破坏啊，会画得乱七八糟的这个年纪，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就这些家具我们就继续用到他们国小之后，再做就是更换的选择。但在那之前也还有好几年，所以在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也有跟他讲说，这些东西我们要沿用，所以包含它的颜色要能够融入整个家庭的设计，那它的风格也不可以就是超出太多。好啊，House Tour 的话，那这是我们家的玄关，我们有设计了一个落尘区，是手工花砖的造型。那设计师也帮我们除了鞋柜、收纳柜之外，弄了一个置物的平台，以及可以收纳鞋子的地方。厨房一开始，因为原屋主就有做了墙面的更动，所以我们就利用原本这样子空间的配置，那多了一个中岛。那这样子让整体空间的运用上面能够更加的活泼。那再来就是说，本来的烤漆玻璃，我们也把它换成了我们自己挑选的手工花砖，那也是希望让这整个空间感觉是更加活泼的。我觉得是每个人对于新家的一个想象，就觉得有个中岛在这边，你不管是做事情、吃东西、做料理，都还蛮舒服的。另外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要设置洗碗机，那设计师建议我们不要拆除原本的就是厨具，就把洗碗机的设计放在中岛下面。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就顺道设计了双水槽的一个配置。实际使用之后发现，真的很赞。你就算是有朋友来，或是平常家里，就是我们可以就跟小孩一起做分工，就大家可以在不同的水槽做不同的事情。这边是我们家的客厅，那我们的客厅基本上其实这面墙面也是我先生跟设计师那边有一个沟通之后的成果。那设计师帮我们设计了一个稍微加厚的墙面，
那这样子能够壁挂我们的电视。那在下面就是包含这个音响啊，然后就是这整个流线的造型，其实也是我先生跟设计师一起沟通出来的。其实主要沙发那时候我们有特别丈量，就是尺寸，跟他说要确保我们现在平面图留下来的空间是放得进去的。那时候跟设计师沟通，他是觉得说用油漆的方式，用颜色的方式去做搭配。那因为我们本来的沙发颜色就是灰色，所以其实也还蛮百搭的。这个艾莎色的窗帘是我女儿那时候我们在挑窗帘的时候就也想了很久要用什么样的颜色，最后女儿就选择了这个颜色。我本来有一点点担心这个颜色跟整个家里的氛围能不能就是搭配得起来，但很意外的就是设计师说不错哦，这个组合这样搭配起来还蛮舒服的，而且因为我们这一面刚好会有阳光照进来，所以其实白天的时候天气好，整个就是照进来的感觉是很舒服的。因为我们为了要让小孩的房间大一点点，所以这一面墙面也是重新打掉、重新做。那我们那时候就舍弃传统的墙面，选择用这样子的长虹玻璃去当门面的设计。那主要是一是想要增加空间的穿透感，然后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是更加宽敞。那再来就是说，因为长虹玻璃的关系，所以在外面的人不会直接的看进去里面的内容，也可以保有一点点的隐私。那我们来看看里面是什么吧。其实里面是我家爸爸的网咖，设计师帮我们设计了一个卧榻在里面，所以就说这边也可以睡人。那这里有就是直接做好的书桌，然后以及就是很多的层架可以放书跟收纳东西。那再来就是说这边他还帮我们设计了一个猫跳台，猫咪可以透过这个跳台一个一个跳进去，进去了一个猫洞。那这是我们家就是人跟猫都可以共用的一个空间。是基本上，因为我们不要再另外买床架，因为有2只猫的关系，所以其实灰尘跟猫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以前就是我们床架架起来，下面常常都是堆东西，然后也清理不易，那猫也很容易躲在下面，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说，直接用架高床板的方式去做主卧的处理。那时候其实也有跟设计师讨论说，要不要做架高的抽屉，或者是那种储藏的空间。设计师就提醒我们说，就是他不建议我们做，因为床垫很重，所以你一旦床垫放上去之后，你是不会再去使用下面的储藏空间的。那这样子其实对一个储藏空间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友善的利用。那我们后来觉得也很有道理，因为的确不会再把它打开。小朋友还小，一个5岁，一个2岁，所以等他们到长大一点点，也许他们会有自己一点的空间。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小孩房里面反而只做了衣柜，其他的都是移动式的家具。原本的格局是3间房间，除了主卧以外，另外2间房间是差不多大的。那我们有把小孩的房间基本上加到跟主卧差不多大，把中间的书房稍微再缩小一点点。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我们就跟设计师讨论，就说那这样子就设计一个猫的通道吧。所以我们就在书房跟小孩房中间就设计了一个猫的通道，让猫可以就是在2边自由的就游走。我先生他觉得石塑地板 SPC 地板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因为完全防水，然后不会担心说可能会有泡水之后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就非常坚持要使用 SPC 的地板。但就是这部分就让我们自己去跟厂商联络，但是我们有什么需要的地方，比如说我的石塑地板跟其他的木作要做衔接，包含就是说油漆的配色或者是一些压条，它都有在帮忙，就是说看能不能让整体的就是设计更和谐。我觉得他们最好的地方，其实应该是第一个是价格非常透明。
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每一个项目是多少钱。还有一点很好是它在工期的时间掌握上很好，包含工班的调度，如果说有一些突发状况，它会去调整一些工班的顺序，最后整个工期完成的时间其实还比原本预定的时间早了快1个礼拜。叮咚，是我昂吗？哎，你奶来，你奶来，这是送你的小礼物。我本来还想说等拍完再给你看。是啊。然后你就不会知道我说你坏话。没关系，尽量讲。尽量讲我要知道，对。你要知道。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小 surprise。哦。设计师 Q 来了。哎，我之前跟他讲说，所以你是装不知道吗？我觉得一进去啊，看到他们家真实的生活的样貌，跟我们当初跟业主之间的沟通是一致的。我们在洽谈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重视他的生活习惯，也就是为了他住进来之后2、3年，或者是5年、10年的日常生活都把它安排进来了。所以今天又再回来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收纳，跟他的一些桌子，跟他的小朋友的生活的习惯，我觉得是跟我们当初所看的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很好，可以看到他真实生活的样貌。我觉得这个企划给设计师一个可以第一面的说明当初的设计的原创，还有对于他的生活习惯的期待的调整，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回报，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从租屋到真的有自己的房子，最大的改变就是更喜欢待在家里面了。以前我刚生第一个小孩的时候，就会觉得家里的空间没有那么的好用，所以其实不是很喜欢在家里跟孩子相处，因为就觉得比较压迫一点点。所以我们那时候反而比较常出去外面，然后就是去不同的地方。但是住进来这边之后，我觉得因为都是按照我们的需求去做设计跟装潢，所以其实住在里面会觉得很舒服，不出门也没有关系。那也刚好遇到疫情期间，你也出不了门，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都很刚好。您也是经由设计家网站找到命定设计师吗？欢迎填下方表单，填完就有机会到你家进行拍摄哦。